首先呢是目录，今天晚上呢一共分为5个部分，分别是域名、子域名、IP 段、敏感信息和其他信息。那域名和子域名的区别呢，就是说，因为咱们现在网上搜索到的一些域名收集相关的文章，基本上呢都是子域名收集的文章。然后对于那种只是收集主域名的文章来说，相对于比较少，所以说这里呢就单独给它罗列出来。那首先第一部分域名收集，那域名收集呢，主要又分为5个小部分，分别是 ICP 备案、会议的查询、证书查询、DNS 共享记录查询和 IP 反查。那 ICP 备案查询，ICP 备案是什么呢？那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就是前面的这一些描述。那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国内的服务器要想上线使用的话，都必须要先办理 ICP 备案后才可以上线。那如果没有备案的话，那可能就像咱们 PPT 里面截图的这样，就直接会提示你网站未备案，就不能访问。那既然做了备案，那肯定是有记录的。那记录咱们的话，就可以在左下角这个链接这儿，这是一个政府的官网。那只需要通过这个链接呢，输入对应的主办方名称、网站备案号，或者说域名，就可以查询到网站相关的信息。那比如咱们这里输入的是制造创语的名字，那通过这个主办方名称呢，就可以查询到其他相关的一些域名，就比如说安全云等等，还有 Telnet 404什么的。那通过这个呢，就能够拿到更多的域名，但这个可能也不一定是特别全的，那可能说还有一些，对吧？那种小的域名，那可能还是需要自己通过后续的一些方法去发现。那第二个呢，就是会址查询。那会址查询呢，它主要是获取一个域名它一些相关的信息，比如说咱们图里面的下方这里就可以看到主办方名称和邮箱。那咱们获取的这个信息呢，主要是通过注册人反查、邮箱反查或者说电话反查来查询到这个注册的信息相关的其他的域名。那比如说咱们这里通过注册人反查的话，就可以查到，比如说入麦.com.cn 这样的一些域名。那这些域名呢，肯定如果说对一个目标做攻击的话，那这些域名肯定也是在攻击范围内的。那这样呢，也可以扩大咱们的一个攻击面。然后后续呢就是证书查询。那证书查询大家都知道，现在网站基本上都是 HTTPS 的。那之前的那种 HTTP 的网站，然后加上 SSL 证书，那就可以得到咱们现在经常遇到访问的 HTTPS 的网站。那这个怎么查询呢？这个一共有2种方法。就第一种方法呢是直接用浏览器，那浏览器呢就对那些，比如说我这里举例是用的火狐浏览器，那直接在火狐浏览器的那儿那个证书那个标志呢，直接点一下，然后再查看证书相关的信息，那就可以看到，比如说咱们截图这里面的很多阿里巴巴相关的一些域名。那通过这些域名呢，也可以扩大咱们的一个攻击范围。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说使用一些在线的网站，因为浏览器可以直接查询嘛，那肯定有一些网站会对它做归类。那这个归类呢，就也是和就是如大家图里面看到这样，就很多那些和查询的目标相关的一些域名。后面呢是 DNS 共享记录查询，那这个咱们都知道 DNS 就是说可能咱们输入域名要通过 DNS 服务器去把 IP 解析出来，然后才能访问。那这个地方呢，咱们就是利用的这个特性吧，就是利用 DNS 服务器，如果很多域名都用一个 DNS 服务器，那肯定网上也是有一些记录的。那通过这个记录呢，也可以查询到一些相关的域名。就咱们这里还是以阿里巴巴的来举例吧，就是说，首先呢是获取到它的 NS 服务器，那这里咱们可以看到是阿里巴巴 DNS.com，那这个就是根据经验吧，或者说根据相似度来看，这里是阿里巴巴，然后这里是阿里巴巴 DNS，那可能这个就是它的自建的 NS 服务器。那咱们呢再将这个 NS 服务器的地址带入到这个网站中进行查询，那查询出来呢，就会有很多一些相关的域名，比如说这个考拉，对吧？比如说这个1688，那这些显而易见都是阿里的。但是呢，这个结果查出来可能不是那么的准确，因为可能有一些厂商呢，他也会把自己的那个 NS 服务器设置成这个，就是然后可能也被收集下来了，所以说可能查询出来的结果不是特别的准确。那后续呢，还是需要做一定的过滤。最后一个呢就是 IP 反查，那这个可能大家接触的也比较多，因为可能
对于大多数厂商来说，它可能只有一个共网 IP，但它有很多的域名，那就只能通过反向代理，然后将每个服务器分布在不同的内网里面，然后再通过那一个 IP 出口，就是那个 IP 出口，然后能让大家从外网去访问。那这样的话，直接 IP 反查就可以查询到它相关的域名。那比如说咱们举例这个 Cbug，对吧？它就可以反查到云安全这些365创宇盾这样的一些域名。那这些呢，肯定也是咱们创宇的资产，对吧？OK，然后域名收集的就介绍这么多，然后第二个部分呢，也是就是大家平时搜索域名收集可能看的比较多的，就是子域名收集。那这个收集呢，其实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你获取了主域名，那你如果说直接对主域名进行攻击的话，那肯定也是怎么说呢，不好攻击的。因为毕竟大家肯定都愿意花大头在主站上嘛。那如果说有一些子域名，那可能防护做的比较低呀之类的，那可能就比较好进行攻击，或者说进行漏洞利用。那这样的话，也可以为咱们的渗透做一个突破口。第一个方法呢是证书透明度，证书透明度呢是谷歌的一个开源的框架。那这个是怎么查询的呢？就还是在刚才就咱们提到过这个 crt.sh 里面直接去进行查询。比如说咱们这儿输入的是 nonsec.com，那通过这个呢，也可以查询到很多相关的子域名，比如说魂天、HT、blog 等。第二个呢，就是 DNS 预传送，那这个其实主要是一个正常的功能吧。那它有这个预传送的一个问题呢，那肯定是它的 DNS 配置不当。那如果它配置不当，那可能就会有某一个用户就可以通过这个 NS 服务器那来获取到这个域的所有的一些记录，那可能就直接把自己的网络拓扑图给攻击者了，或者说里面包含很多很多的一些域名啊什么的信息。就直接泄露给攻击者了。但这个呢，其实现在来说是非常少见的，因为这种咋说呢，这种低级配置错误吧，可能是遇到的现在是特别少了。那这个查询的方法呢，分 Windows 和 Linux 吧，因为大家可能用的系统不一样。那 Windows 上面的话，主要是先使用 NSLookup 去寻找一下它的 NS 服务器，然后再把它的 NS 服务器设置成 server，然后再用 LS 去直接将它列举出来。那咱们可以看到这里是拒绝将区域这个传送到你的计算机，那就说明其实咱们这个域名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或者咱们这个 NS 服务器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那 Linux 下面的话就用 Dig 的话，大家可能之前也听过，或者说可能听得多用得少。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工具那这里呢也是 Dig 加 a-fr 这个参数的话，就可以直接方便的查询它是否有预传送漏洞。那这个地方呢也是 transfer fail 的，那就说明这个漏洞也是不存在的，那说明咱们的域名还是挺安全，对吧？然后的方法呢，就是用 DNS 公开数据集，就是 Rapid7的，它的有一个开源数据项目嘛，大家可以去它的官网那边去看一下，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开源的一些互联网扫描的数据。那咱们这里呢，其实主要是涉及它开源数据里面的两个数据集，一个是 FDNS，一个是 RDNS。那这两个数据集里面呢，就包含有大量的子域名的信息，那同样也是可以直接在这个网站里面查询，或者说大家可以把它的公开数据集下载下来，然后自己本地查看，但它那个可能比较大吧，可能就一个什么文本什么的，就可能有1-2个G那样的，那可能就效率不是特别高，所以说还是用别人搭好的网站去查询比较好。那这个地方呢，也是输入咱们的域名，那就可以查询到很多很多相关的子域名，比如说3W API、demo、MISC 什么的。后续的方法呢，就是利用搜索引擎。那搜索引擎大家肯定是经常用的，就比如说随便搜什么东西，什么百度、谷歌一下就来了，对吧？那咱们这里呢，主要是介绍2种搜索引擎。那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常用的一些搜索引擎，就 Google 啊、百度啊、必应啊什么的。那第二种呢，就是一些网络空间搜索引擎，比如说RuMi、Quark、Forfa 什么之类的。普通的搜索引擎的话，这里是以谷歌为例，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搜索栏这里是用的谷歌的一个语法吧，就 set 语法。那 set 语法 nonsec.com 就说明它是只会查询这个站相关的一些内容，然后-3W 呢，或者说-3W 吧，就是说去掉3W 主站。那这里咱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相关的子域名，比如说 HT、KCON，对吧？那除了刚才的搜索引擎，那咱们也说有网络空间搜索引擎。那
这个地方呢，也是使用的咱们 Lumai 的一个语法，是 set 语法。那通过 set 呢，也可以查询到咱们 loonSEC.com 相关的一些子域名，比如说这里 MISC，比如说这个 RCPD。那除了刚才的那个搜索引擎以外呢，还有一些信息泄露的方法，比如说咱们这里列举的3个网站爬虫、文件泄露、GitHub，那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那这里着重推荐一下呢，就是 GitHub 这个吧，因为其实就是很多一些大一点的厂商，他可能有很多人已经收集过它的子域名了，那可能就会直接放在 GitHub 上，那大家就到时候直接去输入相关的域名什么的，直接去搜索。那就可以拿到很多的子域名，那就可以相当于可以节省自己的一些时间嘛。再一个方法呢，就是说通过一些第三方的在线平台，那直接搜索引擎直接搜在线子域名查询，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关键词，就可以查到很多很多的网站。像我这个截图里面就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网站，然后有一些网站它可能就是说因为迭代更新比较快嘛，有些网站可能就关闭了，所以说大家可能每次用的时候，除了一些常见的不会关的网站以外，可以去每次都尽量去搜一下，看有没有一些新的好用的一些那种在线平台，这样的话也可以提高大家的一个效率。然后呢，这个方法呢，就是说子域没举爆破，那这个可能是大家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最开始学习渗透的时候用的最多的一个方法。比如说咱们用那个 Layer 那个子域名挖掘工具吧，那个就是它除了调用接口以外呢，后面主要可能就是用它有一个很大的子域名去爆破的字典。那咱们这个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比如说直接用 NSLOOKUP 去验证，用 DNS 看它能不能解析到，能不能有解析的结果吧。比如说这里咱们就可以解析，就虽然说解析到 CDN 上面，那可以证明这个网站它是存活的。那咱们再看 test.nscc.com，这个是解析不了的，那说明这个域名就可能是不存在的。那但是这个方法就怎么说，不建议大家手动去测试吧，因为可能一些常见的子域名前缀可能就少一点的可能就几千条，多一点的就10万、100万这样的，那可能手动去会浪费很多的时间。对，所以说后面就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工具。那咱们之前的讲解，大家也看到了，其实很多地方呢都是去网站查呀，或者说手动去一直去重复性的工作。那如果说咱们把这些重复性的工作都整理起来，做成一个自动化的工具的话，那肯定就能够让咱们的收集的效率更高，而且收集的资产更全。那这里呢，就主要推荐2个工具吧。第一个就是 One4All，那这个工具呢，它是就是借鉴了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子域名工具吧，然后把那些子域名工具一些传统的一些问题可能都去掉了。大家就是主要的介绍，可以去看一下它的 GitHub 里面，它也是一个开源的工具。那这个工具呢，咱们使用的时候呢，主要是用它的接口，因为它里面把咱们之前那种调用各种在线平台的接口可能都已经封装好了，那咱们就只需要输入目标，然后就可以直接查询到很多相关的子域名。然后这个 One4All 呢，它其实也可以爆破，但它的爆破效率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慢，所以说就咋说呢？根据自己的情况吧，就尽量挑一些优质的工具来使用。那咱们刚才说了爆破，那第二个这个 KeysUp Domain 这个工具呢，它就是一个无状态子域名爆破的一个工具。然后呢，它也主要是依赖于咱们之前提到的那种子域名的前缀的字典，比如说可能有10万个、100万个这样的。那用这个工具呢，就可以快速的把那些域名枚举出来。而且这个工具的好处就是说，它可能的占用率比较低。那大家呢都可以这2款工具，大家都可以去它的 GitHub 官网里面去研究一下。对，就反正这2个结合起来的，各有各的好处吧。结合起来一定是能够将资产收集的更全面。那第3个部分呢，就是 IP 段的信息收集。那大家都知道，如果说只有域名和子域名，那肯定是就是资产肯定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多。那如果遇到有一些站点，它可能只有1、2个子域名，那这种情况咱们是不是如果不收集其他信息，就没办法去继续去渗透了？所以说这里主要为大家介绍一下 IP 段收集和 C 段信息收集。
那 IP 段收集呢，就是说刚才咱们也说了嘛，就是有域名的，要不就比较少，要不可能说防护比较多嘛，因为毕竟有域名的，可能就是那些比较好记或者说比较重要的一些资产。那咱们如果说通过这个域名，然后找到它的 IP，再从它的 IP 段去探测，发现一些其他的资产的话，那可能会发现一些就是那种不是那么重视的资产吧。比如说，可能有很多企业把那个 Zabbix 直接就部署在一个 C 段里面，那如果说能把那玩意儿拿下来，那肯定很多机器就沦陷了。那咱们这里的收集思路呢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说直接获取它的 IP 地址，第二个呢就是说利用网络空间搜索引擎。那这个大家可以看，这个网络空间搜索引擎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说明这个确实在咱们的信息收集过程中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第一个呢，IP 的话，直接获取 IP，就是说，比如说这里直接用 NSLOOKUP 去解析它的 IP，那咱们可以看到这里是有 CDN 的，那有 CDN 的，咱们肯定就暂时略过吧。就是 CDN 当然也有一些方法可以绕过，那今天咱们这就先不讲了。那除了直接用 NSLOOKUP 的话，还可以用 pin 命令，这个也大家比较熟悉。直接通过 pin 的话，就可以看它的一个 IP 的地址。那这里也是有 CDN 的，那肯定如果有 CDN，那个 IP 肯定就不是它的。那所以说这个方法呢，就一般来说适用于没有 CDN 的情况。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利用网络空间搜索引擎。那咱们利用网络空间搜索引擎搜索的时候呢，主要是从4个方面吧。第一个呢是标题，第二个是内容，第三个是图标，第四个是证书。或者说大家除了这4个方面，大家也可以发散一下自己的思维，对吧？可以去用一些其他的语法，那可能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那咱们这呢，就是以一个title 为例，就是 title 语法，title 制造创语，那咱们就可以查询到一些网站。但这些网站呢，就是说也不一定就是全是咱们的，因为可能有一些是一些产品就是给客户那边部署了，然后他们那边就直接挂在公网上了，那可能这个也会被收集到。所以说，那咱们在真正的测试的时候呢，也是需要对这个 IP 段进行斟酌发现一下，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属于目标的。比如说，你可能是一个北京的客户，那你突然搜出来是一个成都的 IP，那这个肯定基本上就可以否决这个 IP 了，对吧？所以这个还是得根据实际情况来观察吧。然后咱们既然已经把那些 IP 段都收集好了，那一般的话就是收集一下 C 段的信息。那咱们这里呢，主要是介绍3个方法吧。第一个呢是利用搜索引擎，第二个呢是直接主动扫描，第三个呢是获取一些 Web 的信息，比如说 title 啊什么的。首先呢是利用网络空间搜索引擎，那这个它当然肯定也是有缺点的，因为它是要不断的去全网去爬嘛，那肯定也有它的时效性。所以说它的数据呢，可能不是最新的，而且开放的端口可能不准确。比如说，可能咱们在做攻防演练，或者说咱们在护网的时候，那很多那种端口可能它之前探测到开放的，那咱们一去访问，其实都是关掉了。所以说这个端口也有一定不准确性，那还是可能会配合一些后面的方法来达到信息收集的最大化。那这里呢，可以看咱们是直接用的一个 CIDR 的语法，通过这个语法就可以直接查询到相关 C 段的一些信息。第二个呢，就是利用普通的搜索引擎。那这里呢，还是以谷歌为例，因为谷歌确实比较好用。那咱们这里呢，也是使用的谷歌的 set 语法，就直接比如说这个 IP 1.1.1.1. 星号，那这个星号呢，就是和咱们大家可能经常了解的一样，就是一个通配符嘛。那这个就可以找到它 C 段的一些信息。当然，这个可能也是信息收集的一般比较少。然后呢，就是主动探测。那主动探测呢，肯定是呃，咋说呢，在准确性上面肯定是优于搜索引擎的，但是它有一个特别特别致命的缺点吧，就是它的速度，或者说它需要大量的时间来探测。那咱们探测的话，这里呢是以一个图形化的端口扫描的一个软件叫 GoBy 为例。那咱们这个呢，是因为它就是确实IP 段呀什么的资产识别呀，或者说还有自带的很多 POC 啊这些，确实是一个好用的
工具，或者说大家也可以用比较传统的那种扫描工具，比如说 Nmap 呀或者 Masscan 什么的。然后呢，就是 Web 信息的探测。那大家也知道，就是比如说啊，Forfa 它搜出来，或者说 Zoom 搜出来，它一个 C 段里面有特别特别多的网站，那咱们一个一个去点，一个一个去看它是否存活的，那肯定这个是费时间而且不现实的。所以说，就可以利用一些别人写好的工具吧，或者说大家其实自己有一些想法，也可以自己去造一下轮子，或者自己去写一下。那自己定制化的可能说要更符合自己的喜好一些。那这里呢，咱们推荐的是一款叫 eHer 的一个软件或者一个工具。那这个工具呢，它首先是可以帮你快速的识别你那个 C 段的一个 title，比如说咱们这里什么双汇集团、什么金蝶云什么的。那除此之外呢，它还可以帮你探测一下一些特性，比如说这里可能说这个就使用了 Share，那如果有 Share，那咱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用一些反序列化直接去打，对吧？比如说这里用了征涛，那咱们也说不定可以用一些征涛的漏洞去打，像这些梵威啊、金蝶云什么的。所以说这个呢，有这些工具来辅助的话，可以帮我们快速的收集到一些信息，也可以帮我们省下特别多的时间来干一些其他的事儿。然后第四部分就是敏感信息收集。那大家刚才收集的主要是针对目标资产的一些收集吧。那咱们这第四部分呢，就主要是敏感信息的一些收集。啊，主要也是分为5个部分，就目录扫描、Google、GitHub、JS 里面的，还有网盘里面的。那首先呢是目录扫描，大家可能就是一些刚入门的学渗透的朋友啊，可能说网上收集到一些信息收集的文章吧，他可能第一个介绍的就是目录扫描，因为这个确实能够帮咱们发现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那如果说可能扫到了它的一些配置文件啊，或者说备份文件啊，那可能也可以帮我们节省大量的时间。所以说，在目标没有 WAF 或者说没有一些防护的情况下呢，那咱们一定得做这个目录扫描。那通过目录扫描也发现的信息也肯定是大多是有价值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利用谷歌去搜索它的敏感的信息。那这里呢，也是用谷歌的一些语法，比如说这里是 file type，然后是要表格的，然后关键词呢就是有身份证。那咱们也可以看到下面呢，确实能够，比如说这确实能够看到很多的一些咱们想要搜索到的敏感信息。那咱们在实战中呢，往往就是说前面加一个域名，比如说 site 什么 learnacc.com，然后空格后面加一些关键词，什么后台密码这样的。那这样可能也会发现很多的敏感信息。那第三个点呢，就是用 GitHub。那这个 GitHub 呢，确实里面的宝藏其实是特别多的。只需要在 GitHub 里面搜索一些关键词，比如说一些域名啊，或者说域名的关键词啊，或者说 JS 的一些特殊的名字啊这些，那可能也能够直接发现一些密码，或者说内部的账号，或者说他们内部的一些链接之类的。从左边的图咱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是直接泄露了 MyCircle 的一个账号和密码。然后呢，就是说JS 里面的信息收集。那现在呢，很多其实是前后端分离开发的嘛。那 JS 里面的话，可能就是说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接口，或者说包含了一些密钥啊什么东西。那对于接口呢，咱们就可以试一下有没有未授权访问，对吧？比如说未授权访问直接获取到很多很多账号，那登录后台可能就直接里面有一些洞可以直接 get share。那也可以发现一些子域名啊什么的。然后有一个全局的搜索方法，就是说直接按 F12，在那个代码里面就直接可以全局搜索，比如说搜索一些关键词，什么 secret、什么 key、password、username 什么的，那可能会发现一些敏感的词，那用这些词呢，可能也会辅助我们做一些渗透的工作。再后面一个呢，就是网盘的信息收集。那这个可能平时大家可能就是用的比较少，其实这个里面东西也是挺多的。那通过这个网盘信息收集呢，也可以发现一些很多目标那边泄露出来的一些东西。那可能其中就包含一个什么软件的使用说明、网站的使用说明，或者直接是泄露一个用户的列表这样的。那这样的话，肯定对我们的渗透也是有很多的帮助的。OK，然后就是最后一个部分，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其他的信息收集，就公众号、小程序、APP 和邮箱的信息。
那公众号呢，大家就是现在，现在随着就是科技的发展，或者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嘛，就其实很多的企业都有自己的公众号。那公众号如果说它只是用来发文章，就没有什么的跳转的话，那肯定是就是所有的内容都是在那个腾讯上面的，那肯定是就是利用的点不是很多。但有一些公众号呢，它可能会提供的一些服务。那这个服务里面呢，可能就是说有他自己的一些那些不太受重视的资产，比如说可能直接是用 IP 访问的，或者说一种那种特别简单的一些网站呀这样的。那咱们这个查询的话呢，就可以通过企查查、天眼查，或者说搜狗、微信等网站来获取它的公众号资产。那如果就是这些没有收集到的话，那咱们可能也可以通过一些关键词去搜索，比如说直接搜制造创语，或者直接搜 KCON 这样的，也可以发现一些相关的公众号。那这样的话，也可以帮我们多一个进攻的点。其次呢，就是小程序。那小程序其实和公众号的，就是要收集的点其实也差不多吧，也是为了扩大咱们的攻击面嘛。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它也是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小程序。那平时咱们其实之前护网的时候也是很多的话，从网站那边儿其实是就是不好突破的，或者说它的资产很乱，那其实他们都有一定的防护。但小程序的这个点的话，其实就是特别相对现在来说比较容易攻击的一个点吧，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而且很多可能对小程序这边的安全不是特别的重视，而且测试的人可能也不是特别多，所以说这个咱们以后在做渗透的时候，如果关注这个点的话，可能也会发现很多很多的可以攻破的入口。然后呢就是 APP，那 APP 呢这个可能大家可能就是见的比较多了，因为现在各种各样的网站啊，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有产品的可能都是说会做专门的一些 APP。那 APP 的话，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保障的东西吧。它首先可以通过反编译，它反编译里面可能说包含了一些那种比较老旧的一些链接啊，或者说关注度不是很高的一些 IP 地址等等，或者说它可能会直接把一些密钥编译在那个 APP 里面。那如果说咱们可能发现了它的阿里云的，比如说什么 Access Key、Secret Key 什么的，那是不是就可能可以直接接管到很多的云服务器？那这个要收集呢，也是可以直接在七脉数据里面去搜索，然后通过它找到它数据过后，可以通过搜索它的同开发商的一些 APP，那可以看到就是所有都是属于那同一个目标的一个APP 的信息吧。那iPhone 的话，那就可能是在 App Store 上面，它也有那种同开发者的应用，那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其次呢，除了搜索他们的这个，还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他们的一些历史的版本。就比如说，它可能现在最新的版本的域名里面，可能就直接使用了 CDN 啊之类的。那咱们可能说通过它的历史的一个 APP 里面，那就通过反面一出来看到的它的可能里面就之前因为比较旧嘛，或者说太老旧了，就用的是 IP 去通信。那这个 IP 呢，可能就是说他们现在域名的真实的 IP，那这样是不是咱们就直接绕过 CDN 呢，对吧？然后呢，最后一个呢就是域名的，就是邮箱信息的收集。那这个呢，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点，因为现在互联网嘛，刚才也说了，互联网一直在发展，那肯定安全也是越来越好的，因为现在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安全的框架。那如果说别人直接用这种框架去开发，那可能暴露的那种漏洞也会特别的少。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可能就是通过钓鱼的一些手法，去进入到目标的整个系统里面。所以说这个这个邮箱收集也是很重要的。那咱们一般收集邮箱呢，就除了说是比如说咱们查询他公司的信息，可能就有一些 HR 的邮箱啊，或者说一些那种简历投递的邮箱。那咱们首先呢，可以通过那种邮箱的规则去构造一下邮箱，然后再把这些邮箱去批量验证存活，然后再把存活的去批量发送。那这样的话，可能的一个缺点呢，就是说。因为是批量发的嘛，没有针对性，那可能很多人看到了就直接就略过了。那还有的方法呢，就是说，
用那种就是像咱们右边图里面的这种一些在线的网站，那这些在线的网站呢，它里面一般会跟随有对应的一些就是从哪个网页获取的这个邮箱的，那咱们就可以根据网页的一些内容，然后再结合这个邮箱做一些定制化的钓鱼去投递。那这样的话，肯定是成功率肯定比那种广撒网的成功率要高一些。而且这样做的另一个优点呢，就是说，因为你广撒网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你中招的那个人他的当前的权限是什么，那可能就是一个特别特别低的权限，那咱们可能拿到的用处也不是很大。那如果说像这种定向钓鱼的，比如说咱们得到一个运维的邮箱，对吧？那如果说咱们能把这个运维的人员的 PC 拿下来，那里面肯定有很多很多服务器的控制权，那是不是就直接就沦陷了，对吧？